紧接着几个暗卫也嗖嗖几声跟了出去。叶婉婉心头一紧，顿时明白他们应该是看到罗石海了。刚想说小心点儿，青羽被扔了回来，哎呦一声摔在他脚边，风中留下轩辕绝一句：看着他。叶婉婉弯腰把人扶起来，两个探路官功夫一般，他知道轩辕绝留下青羽是保护他的。罗石海双手握拳交叉在胸前，冷笑着看着联手对付他的三人。怎么以为人多就能赢吗？话音刚落，罗石海突然感觉到脑后一阵强劲掌风快速袭来，他心中一紧，听声便为回身一掌，双掌一对，罗石海生生退出去2步。待看清楚来人，一脸惊愕，轩辕绝落地，衣袍轻轻落下，身后3个暗卫紧跟着落在他身后，齐齐抽出佩剑，统一动作，剑尖微微抬起指着地面。后面几个人见又来对付罗石海的人，乐得退到一旁看戏，看着这个风神俊逸的年轻人，只觉得这风采真霸气。轩辕绝缓缓抬眸看向罗石海，眼底杀意翻腾。罗石海因为太过惊愕，导致面部有些僵硬，他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处变不惊，冷笑道：这不是九王爷吗？我还真是小看你了，竟然能找到这儿来。他永远都不会忘记，就是这小子让他吃了这辈子最大的亏，还差点伤得他把命丢了。只可惜这小子功夫太好，又位高权重，他只能谋划东山再起后再寻机报仇，没想到竟然追到这儿来了。轩辕绝语气冰冷：我说过，天涯海角，不管你躲到哪里，我都会找到你。我兄弟的命你必须偿。话说得好听，你打得过我吗？想报仇你有本事就亲自动手，别用朝廷的军队。罗石海面目狰狞，轩辕绝冷笑：好，我今日就跟你1对1。王爷3个暗卫异口同声：别中他的计。轩辕绝抬手往身后一挥：你们几个留在这儿。罗石海见状心中大定，自认为1对1不会输，眼神一冷，率先出手。轩辕绝侧身躲开一掌，出手还击，两人打在一起，瞬间周围飞沙走石。叶婉婉拉着青羽和2个探路官偷偷从另一边摸过去，想跑近一点看，过去了发现招式太狠，根本看不清。叶婉婉躲在一棵树后，拖着下巴问青羽：现在什么局势？你们王爷能打赢吗？青羽也探出头：不好说，上次交手，黑羽白羽和王爷联手重伤了他的脾脏，打的就剩一口气。他就是好了，功力也不如以前，就是不知道恢复了几成。伤了脾脏，至少也要精心养护10年8年才能全好，应该没有以前厉害。不过你家王爷也才重伤痊愈没几日，跟人单挑也太逞强了。叶婉婉暗自握拳，有些担心，可能是他们不小心离得太近了。打斗中高度警觉的段宏突然回头看向不远处的灌木丛，感觉到那处有人。段宏夺了对手手中的刀，反手全力掷了出去。叶婉婉全然不知，正专心看轩辕绝和罗石海交手。虽然他也看不清什么，但看得十分认真，突然就被一股大力拉起来丢了出去。丢的是2个探路官那边，那2人扑过来，一人一边扶住他。叶婉婉在飞出去的同时，就看到青羽一个利落的转身抽出剑，当的一声挡下突然出现的一柄长刀，接着轰的一声，前面挡住他们的灌木丛被剑气一扫倒了一片。藏在后面的几个人完全暴露在了正打斗的那群人面前。那些人齐刷刷看过来，气氛有那么一瞬间的凝滞。飞羽也回了下头，先是一惊，随后扶额，怎么跑过来了？刚就不该留下这个闯祸精。叶婉婉觉得大事不妙，赶紧跑过去把青羽指着前方的剑压下来，笑呵呵对着众人摆摆手：
不好意思，路过，你们继续。等等，其他人没发现，但段宏是个心细之人，他一脚踹开了刚交手时按住的人。你们是什么人？如果都是男人，段宏或许会以为是一起从山洞里出来的江湖人，可叶婉婉是个女子，跟进来的江湖人她虽不是每个都认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绝对没有女子。如今凭空出现了个女子，段宏眯着眼睛看他们身后的方向，明显是和他们相反的。你们怎么进来的？文彪把大刀往肩上一扛，也走上前几步。哟，这怎么还有个娘们儿，还是个丑得吓人的丑娘们儿。你他娘的，嘴巴给我放干净点儿！青羽听到这话，把放下的剑也举了起来。轩辕决看到这边的情况，一个分神，差点被罗石海的铁掌伤着。他一收手退出战场，落到了叶婉婉前面。叶婉婉见他过来跑过去，有些歉意。对不起，我没想到会被发现的。轩辕决轻轻摇头，把他挡在身后。罗石海在刚刚交手中一直暗暗心惊，他没想到不过几年时间，轩辕决功夫精进这么多，如果再加上几个手下，他定然不敌。正想如何脱身，轩辕决却突然停手了。罗石海见机会来了，马上把曹金4个弟子叫过来。如今的阵营分成3方，有2方都是对立的，不过罗石海并不慌张，他对那群江湖人道：我和这些人有些恩怨要解决，宝藏就不跟你们争了，在那边去找吧。听到宝藏，那些人顿时就跑了大半，剩下还在犹豫的在一边观望。听到罗石海让那些人去找宝藏，他身后那4个人不干了。文彪粗着嗓子：姓罗的，你什么意思？不急，几位贤侄知道这些是什么人吗？罗石海伸手让他们看轩辕决。这位就是大叶国大名鼎鼎的九王爷。轩辕决抬眸，双目冷如寒霜看了他一眼。罗石海冷笑：这位九王爷手握10几万大军，因为我杀了个书生，追杀了我几年，不死不休。我是朝廷最高悬赏的通缉犯，通缉令就是这位九王爷发的，提供线索者赏银1000两，抓获或斩杀者赏黄金10000两，藏匿者。罗石海凑到几人近前：杀无赦。 4人脸色均变，罗石海阴森森凑过去：我可是好意提醒你们，让他活着出去了，青龙帮上下都得上断头台。现在这种情况，你们还想着宝藏吗？段宏眼神复杂地看了一眼轩辕决，收回视线，压低声问罗石海：他是轩辕决，杀了他，若是被朝廷知道了，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能有什么后果？这荒山野岭的，只要毁尸灭迹，谁能知道是我们动的手？他能找到这儿，就说明他已经知道我藏身青龙帮。你真的以为你们还能全身而退吗？罗石海态度无所畏惧：说的没错，不能让他们出去。文彪突然和罗石海想法一致：老四，你别做事总这么畏首畏尾，杀了他们，找个山谷丢下去，神不知鬼不觉。段宏冷哼：你说的简单，那些个护卫都是高手，刚才那小子接我那一刀，内力和你不分伯仲，你有把握能赢他？那小子毛都没长齐，你竟然说我赢不了他？文彪身为大师兄被小看，一张脸都黑了，恶狠狠道：老子今日打不赢他，就跟你姓。商量好了吗？青龙帮窝藏逃犯，其罪当诛。别商量了，一起上吧。轩辕决冷哼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九王爷在生气，以至于声音比平日里更加慵懒，更加没有温度。好大的口气，不会真以为我怕了你们吧？罗石海冷笑，罗石海右手一翻，手上出现一把短刀。
段宏他们也叫来手下摆出阵势。青羽。轩辕觉叫了青羽一声，然后把叶婉婉推给他。叶婉婉眨眨眼，伸手拉住他一点袖子。你会赢吗？不知道。轩辕觉很坦然，不打没把握的包票。他视线落在叶婉婉头发上，伸手取下一片叶子，压低声音凑近。那边的路你知道怎么走，去林子躲起来等我们。叶婉婉也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留下就是拖后腿的存在，点点头。我会藏好等你的。如果他们想引你去什么地方的话，不要去，赢了放响箭，我出来找你，不要乱跑。轩辕觉那张自从见到罗石海就乌云密布的脸，此时柔和许多。他勾了勾唇角。好。叶婉婉转身拉着还不太情愿离开的青羽和2个探路官一起走。刚跑出去没多少路，就听到身后已经打起来了。只过了几招，段宏就被轩辕觉的几个暗卫身手惊到，看出这几个人功夫都不简单。他转而回头看向了叶婉婉离开的方向。段宏感觉到轩辕觉和那个女人关系不简单，想着抓住那个女人，说不定能让轩辕觉束手就擒。思至此，段宏就要去追，刚一有动作就被童宇拦下来，差点被一脚踹中面门。抓住那女人！段宏脱不开身，只得吩咐手下。他身后的一队人马追着叶婉婉离开的方向去了。轩辕觉和罗氏已经不再交手，高手过招一时难分上下。3个暗卫与曹金4个弟子打成平手，拼命拦着不让他们去追叶婉婉。剩下那些围观的江湖人看着这一时难分伯仲的局面，选择了先去找宝藏。段宏的擒拿手练到曹金的6成，出手狠厉，招式变幻莫测。童宇擅长近身战，与之交手旗鼓相当。文彪练则是练的硬功，动作大开大合，看着气势十足。不过比起同样是硬功的飞羽，就没有他在战场上长枪横扫千军的霸气。可惜的是，飞羽在战场惯使长枪，跟在轩辕觉身边护卫时是用剑的，在这场力量取胜的较量中不占优势，不过也不算落下风。剩下2个功夫要弱一些的，蓝羽一人牵制住2个。他轻功好，速度快，上下翻飞倒也能应付。虽说不能马上取胜，但几个暗卫都是随轩辕觉常年征战的，属于越战越勇的类型，作战经验非常人能比，交手时间一长都已经占了上风。叶婉婉跑的方向是轰天雷爆炸那边，跑进林子后，先找了个地方和2个探路官躲起来。青羽断后跃上了一棵高树藏身。其实轩辕觉的意思是要叶婉婉往他们过来的方向跑，因为他认的路可以安全地找地方藏身。可他并没有往那边跑，而是跑的反方向。原因很简单，因为叶婉婉想到了会有人追过来，他若是往回路跑，那些人追出去碰到外面那些花花草草就死定了。叶婉婉虽不是什么圣母，但也还做不到毫无压力地把这么多人往死上引。刚躲好没多会儿，果然有一队人马跟了进来，挥着剑就在四周草丛里乱砍乱刺，显然是在找他们。叶婉婉捂着嘴巴不敢出声。那些人搜到青羽所在的树下时，树上的青羽从天而降，出剑快如闪电。树下的人一阵慌乱，还没看清，地上已经倒了几个，均是脖子上一条血痕。青羽落回到树上，居高临下用剑指着他们：不想死的就掉头回去。那些人和曹金的4个弟子不同，他们不过就是青龙帮手下的普通门徒，根本就不算曹金的徒弟，有些还是永州城里好人家送进去学武的。见对方身手了得，一时被镇住了，不敢上前。青羽冷笑一声，
一剑挥向对面一棵树，只听咔嚓一声，那棵树从中间被一劈两半，缓缓倒下。又露了一手后，青羽不紧不慢抬剑指向树下的人。不走是吧？来，过来给我练练剑。吧嗒，有一人手里剑没拿稳掉了，捡起来后扭头就跑，剩余10几人也不死撑了，落荒而逃。叶婉婉见人跑了起身，仰着头看树上，这小子年纪不大，又嚣张又臭屁，不过确实挺厉害，有臭屁的资本。青羽从树上下来还挺得意。嘿，叶大夫，我刚刚厉害吗？那招是王爷叫我用来唬人的。当年王爷在战场上就是用这招将峡谷的地面劈开了，吓退了敌军几万人马。叶婉婉笑了，伸手拍他脑袋，拿他当小孩哄。厉害，你看他们跑得多快，说不定尿裤子了。我们再往前走，找个地方躲起来吧。叶婉婉有点担心那边，想着赶紧找个安全地方藏好后，让青羽回去帮轩辕诀。青羽也是这么想的，只是走着走着，青羽突然伸手一拦，叶婉婉疑惑抬头看他。怎么了？前面有人过来了，跑，快往回跑！青羽说完突然提高声音，叶婉婉一脸懵，不过很快他就知道为什么了。前方跑过来一大群人，迅速把他们包围，竟是他们先前在外面甩掉的东皇门的人。方千秋从围住他们的人上方飞过来，缓缓落在了最前面，一见到叶婉婉，嘴角抽动了一下，面目都狰狞了。故意绕路还装鬼吓我们逃走。方千秋眼神凶狠，你这女人还真是不简单，今日我们就来算算账吧。叶婉婉瞪大眼睛，觉得不可思议，东皇门的人明明被困在林子里了，他先前还和轩辕诀说让他们先在里面待着长长记性，过段时间再去把人弄出来，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儿？这下糟了，方千秋可是真会杀了他的。青羽就算功夫好，一个人也不可能打得过他们这么多人的。此刻的结果就是4人都活不了。看着眼前的形势，叶婉婉偷偷将轩辕诀先前给他的求救响剑塞到了青羽手里。青羽看了一眼，施展轻功一下跃上半空，将遮住上方的枝杈一剑扫了后，把求救响剑丢了上去，随后在空中一个翻身，先发制人，一剑刺向方千秋。响剑在空中炸开后，正在与人交手的轩辕诀和3个暗卫同时抬头。轩辕诀脸色一变，运足10成内力，一掌拍向罗石海。罗石海猝不及防接了这一掌，飞出去撞在一块岩石上，差点吐血。再抬头，轩辕诀竟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身迅速往后方林子去了。明显已经占了上风的几个暗卫也抽身迅速离开，留下罗石海和青龙帮的人面面相觑。段宏已经负了伤，捂着胸口问罗石海：现在怎么办？追不追？如今已经不是他们能不能灭口轩辕诀的问题了，他们确实是太轻敌了，继续打下去估计全都会死在对方手里。人跑了，他们等于是捡回一条命。罗石海也知道他们不是对手，想了想：我悄悄跟过去，你们看看进去的那群蠢货，时间也差不多了，把里面的机关全部打开。青羽空中一个翻身后，头冲下手中长剑，直冲方千秋而去。方千秋冷笑，只是不以为然的抬剑一挡，剑尖和剑身相撞，发出叮的一声响。方千秋眼睛一眯，被这少年内力惊到，猛地拔出佩剑，剑身划过剑尖，发出长长的刺啦声。一个变招后，青羽落地，两剑交叉相撞，四周内力翻涌。方千秋倒是真意外，说道：哟呵，年纪不大，功夫倒是不错。青羽冷哼：哼，也就一般般吧。不过我要是练到你这个年纪，肯定一招就能赢你。
方千秋冷笑：呵呵，黄口小儿，以为年轻就可以不知道天高地厚，宰了你就知道年轻也未必是好的。话音刚落，背后方千邦就露出一个阴险的笑容，抡起他手中的大刀，一刀向着青羽扫过来。青羽没想到会有人搞偷袭，内力一撤，身子往后一仰，躲开这一刀。方千秋看准机会，一掌直袭他心口。青羽堪堪躲过，被打中肩头，还未站定，方千邦大刀又拍了过来。青羽用剑抵挡了一下，还是被震得飞了出去，撞到一棵树上后单膝跪地，噗的一声鲜血吐出来。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快到叶婉婉刚才看到方千邦神情变化都没来得及提醒，青羽就已经被两个人一人一下打吐血了。叶婉婉迅速冲过去查看青羽伤势，一搭脉，气息紊乱，内力翻涌，伤得挺重。青羽还想站起来，扶着剑起了一半又倒下，嘴角流下鲜血。叶婉婉按着他：你别动了。两个探路官见状，抽出刀护在二人身前。方千秋一看就知道这俩功夫不怎么样，不耐烦的一人一掌就将两人打飞出去。卑鄙！叶婉婉见他们一步步走来，张开双臂挡在青羽身前，满脸的愤怒和鄙夷。你们两个加起来都快100岁了，竟然还联手欺负一个刚成年的少年，要不要脸？我知道你这女人牙尖嘴利，我不跟你动嘴皮子。方千秋冷冷笑道：呵呵呵，看到了吗？我现在已经进来了，也知道怎么出去，用不着你了。是吗？你们从那边过来应该看到轰天雷爆炸了吧？是不是死了很多人？是不是还觉得死得好，少了人跟你们抢财宝了？叶婉婉想尽力拖延时间，用一种看傻子的眼神看着方千秋。你也不想想是什么人给你们指的路，又是谁会把财宝拱手让人？7块金子就引得你们一头扎进来，也不知道最后进的是黄金屋还是阎王殿。方千秋冷笑着摇头：呵呵呵，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们。方千秋并不上当，他性子多疑，这些问题早就想过了。你说的没错，最近发生的很多事情是值得深思，可那又如何呢？宝山就在眼前，就算是阎王殿，我也要闯一闯，把宝藏搬出来。你就别白费力气了，乖乖受死吧。方千秋偏头看了一眼身边的师弟，方千邦马上会意，拖着刀走上前，阴笑着看着叶婉婉道：我下手好快的，你下辈子就投个好差吧。说完，方千邦跃起举刀，一刀劈下来。叶婉婉只后退了一步，那一瞬间，他想的竟然是躲开的话，刀就落在青羽身上了。竟就这样保持双臂张开的动作，侧过脸用力闭上眼睛，心中暗道：老天爷，你不会就这么让我死了吧？难道让我重生一次，就是体验一下生孩子什么感觉？那他的2个孩子怎么办？预想的疼痛没有到来，而是感觉到一阵劲风把他头发都扬了起来。叶婉婉缓缓睁开眼，看到轩辕绝挡在他身前，接下了那一刀。轩辕绝长发飞扬，单手捏着刀刃，漆黑的双眸射出刺骨的寒意。长刀在他手中传来咔啦咔啦的声音，方千邦没想到救兵来得这么快，听着声响，意识到是兵器要断裂的声音，心中一惊，赶忙松手。大刀应声断裂，轩辕绝一眯眼，毫不留情，一掌将方千邦打飞出去数十米远。方千秋见状，身形一闪，出掌向着轩辕绝而来，被紧随而来的童宇和蓝宇挡住，3人瞬间打了起来。叶婉婉死里逃生，拍拍胸口。轩辕绝回头看他：你没事吧？吓死我了，还以为今天要交代在这儿了。轩辕绝微微侧身看了一眼被挡在身后的青羽，看不出你害怕的样子，刀到了眼前还护着那小子。
叶婉婉回过身去，和正在询问青羽伤势的飞羽一起把人扶了起来。他是为了保护我受了伤，我总不能不管他吧，会天打雷劈的。过了几招后，方千秋落地回己方阵营，看到被手下扶起来脸色苍白已经负伤的方千邦，知道对方几个人不好对付了。救兵到来，叶婉婉一颗心总算落地，扶起青羽后又赶紧跑去看2个探路官，好在伤得不重。青羽则是实实在在伤得不轻。飞羽见他一张小脸煞白，回头不善地看向方千秋。青羽气息紊乱，叶婉婉拿出了随手带的银针，给他脑袋上下了2针，一边火上浇油告诉他们青羽是怎么被打伤的。轩辕觉听完，看到落叶上的血迹，眉头紧蹙，眸光变得越发森冷。青羽15岁开始跟着他，因为年纪小，其他几个暗卫都很照顾他，加上机灵功夫好，除了童宇，其他几个人都打不过他。3年来从未受过伤，就连上次进山，他也是唯一一个没有受伤的。轩辕觉把他留在身边做暗卫，也并未真拿他当暗卫驱使。飞羽是几个暗卫的头，一直以来也只有飞羽不管到哪都贴身跟着。自从青羽来了之后，轩辕觉就让他一起贴身跟随，也很少吩咐他办事儿，管得严厉，但也最宽容。如今竟然被人用卑鄙手段打伤，也是动了怒气。阁下是何人？方千秋观察了一会儿后，看着轩辕觉问道。轩辕觉用森冷的目光看着他。你惹不起的人。一对上对方那双眼睛，方千秋只觉得好强的压迫感。这男子通身的贵气，功夫还这么高，心中一衡量，方千秋背着手，自认为态度不卑不亢地上前几步。我与阁下无冤无仇，只不过是想找这女子算一下先前被她愚弄的账。既然阁下与她认识，我便……方掌门话会说错了吧？你想杀她，还打伤我的人，你现在跟我说无冤无仇？轩辕觉不等方千秋说完，冷声打断他。叶婉婉有些无奈，这2方人马，一方脾气大，一方要算账，这一转眼又打起来了。会功夫就是这点不好，能动手绝不吵吵，自认为自己很厉害了就更不好惹了，脾气大到横着走，特别容易跟人打起来。方千秋就是这种，他虽说在这次夺宝的江湖人里算功夫好的，但是和轩辕觉动手还差一截儿，不过10来招就已经不敌，2方的人都各伤了1个。方千秋这边剩下3个徒弟，就是和方千邦同级别的，1对1也都不是几个暗卫的对手。可对方人多，见单打独斗不是对手，就用200多个门徒布阵，采用了人海战术围攻，试图以人数取胜，不过也都是徒劳。方千秋这人平日里太藏私，手下徒子徒孙功夫都不怎么样，地上很快躺倒一片。轩辕觉也没想杀了他们，不过就是想打一顿给青羽报仇，最好打得爬不起来，不能再作妖惦记宝藏。这倒不是轩辕觉也给予那宝藏，是因为他很清楚罗石海的为人，这人诡计多端，阴险毒辣，是绝不可能把宝藏拱手让人的。方才给那些江湖人指路，肯定是陷阱，进去的人只怕难有命出来。他也不是因为不忍心想救这些人，而是这山里已经死了够多人了，那边打得不可开交，局面已经不是叶婉婉可以说上话的了。他干脆在一旁专心给青羽疗伤，随他们打去，反正看着没吃亏。银针拔下来后，叶婉婉在身上找了起来，她习惯了随身带药，除了在药铺新购的小叶针的药，随身还带了一些药，可以用来缓解一下青羽的伤势。之前被抓，东西曾全部被搜出来过，好在后来他又全部拿回来了。身上东西太多，为了找药，叶婉婉把怀里塞的3张羊皮卷拿出来，随手放到地上，随后找出1包药粉来，
不远处躲在一棵树上暗中观察的罗石海一眼就盯在了地上的羊皮卷上，因为那东西和曹金最开始给他看羊皮卷的地图是一样的，一看就是有年头的东西。曹金只有1张，而这女人竟然拿出来3张。想到他们不是从山洞地道出来的，却出现在山里，罗石海一双眼睛像野兽盯着猎物那般盯着叶婉婉。叶婉婉全然不知，打开药粉让青羽吞下去，青羽捂着胸口扁扁嘴。生吞啊！探路官把水袋递过来，叶婉婉拧开给他。吞不下去就喝点水，真儿3岁吃药就能不用水咽下去了，你少撒娇。青羽苦着脸委屈巴巴。我是伤患。叶婉婉略无语道。你可别哭啊，我懒得哄你。说完，他正要去收地上的羊皮卷，突然一个人影闪现，一把抄走了地上的东西，连带抓着他肩膀一起带走了。小心！青羽感觉到有人过来时，只来得及喊了一声，叶婉婉已经被那人影抓着飞到了另一边，落在了正在打斗两方人面前。叶婉婉一落地，就被一只大手从身后掐住了脖颈。同时看到前方的轩辕绝收招看过来时，脸上惊愕非常，瞬间又变得阴云密布。他从未看过他脸上出现如此可怕的神色。九王爷，您要不要停下来谈谈？后面的人说话了，是罗石海的声音。叶婉婉整个人僵住了。罗石海，你想干什么？轩辕绝这句话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罗石海森笑。很简单，跟九王爷要个承诺，我要你用皇室之血起誓，撤销悬赏令，并且从今以后不再追杀我。轩辕绝听着他的话，那张脸越来越冷，衣袍下的手紧紧握成拳。罗石海看着脸上尽是得意之色。否则的话，我就杀了他。他手上一用力，叶婉婉喉咙一紧，瞬间喘不上气。他伸手去掰，那只手就像铁钳一般纹丝不动。你先放开他！轩辕绝往前一步，怒意都快从眸底冲出来了。没问题，你可快点想，这女人的脖子细的稍稍一用力就能扯断了，我万一没掌握好力道，那就没得谈了。罗石海配合地松了松手，叶婉婉终于能喘上气了，猛咳了几声，就忙对着一张脸阴沉的都快滴出水来的轩辕绝喊：别听他的，他不会杀我的。叶婉婉知道抓住罗石海报仇对轩辕绝来说有多重要，若为了救他起誓言不再报仇，那他以后就没法面对他们了。他也害怕轩辕绝真的为了他就这么做，他背负不起。你个贱人，要不要试试？罗石海怒了，又一把掐住他脖颈。叶婉婉痛苦地闭上眼睛，艰难说道：我知道宝藏在哪儿，你确定就这么掐死我？罗石海眼中闪过异样，手一松。你说什么？叶婉婉又是一阵咳嗽，边咳边对已经处于暴怒边缘的轩辕绝使眼色，让他稍安勿躁。你想骗我？罗石海刚太过惊喜，冷静想了想，觉得不可能，眯起眼睛。我们这么多人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你会知道在哪儿？当我好糊弄是吧？我当然知道在哪儿，你刚拿走了我的东西，应该知道那是什么吧？叶婉婉哼笑道。罗石海怀疑地看了一眼手里拿着的几张羊皮卷，叶婉婉继续道：那是我祖上传下来的东西，我是药王保后人，所以羊皮卷曹金只有1张，而我有3张。宝藏在哪儿，这世上只有我知道。你想拿我的命威胁别人，就怕你舍不得这埋藏在地底的黄金下不了手。药王保后人，
罗时海心中已然有些迟疑，可口中还是道：“你以为拿着几张破羊皮卷我就会信吗？”不信你还抢得这么快。叶婉婉鄙夷地笑了：“我就是用这几张破羊皮卷，安然无恙地把这些人给带进来的，我也不怕你抢，抢了去，你能看得懂吗？”罗时海闻言，马上看了看手里的东西，就见上面有很多字儿，他却一个也不认识。他觉得奇怪，明明曹金的那一份只有寥寥数字，且是能看懂的。你知道为什么你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黄金吗？因为东西根本不在这儿。叶婉婉继续道：“东西在哪儿？”罗时海听到宝藏一激动，手上又一用力。叶婉婉在心中骂娘，两只手拍着脖子上的那只手，被人掐脖子的感觉真他妈的不好受。突然，罗时海往边上一侧头，躲过直射过来的袖剑，手上力道也一松，叶婉婉又能喘上气儿了。轩辕决压着怒火，手上还是射出袖剑的动作。别再动它。罗时海突然笑了，看看轩辕决，又看看叶婉婉。哼，你果然在骗我，以为这样分散我的注意力就能脱身，未免太小看我了。我说的都是真的。叶婉婉挣扎了两下，发现睁不开，放弃了，语气平静地说道：“你脾脏受伤，一直在吃药养着，吃的是有血蝉、天香、碧鬼、黄灵草炼制的丹药。”你怎么知道？罗时海吃惊，当年他被打成重伤，每日疼痛难忍，花费了很多功夫才找到一个西域游医来到此方，又专门找人炼制了丹药随身携带。这药你至少吃了3年以上，身上有药味，我一闻就闻出来了。叶婉婉假装不耐烦：“我都说了我是神医的后代，神医的后代当然也是神医了。你要是不信就算了，你给个痛快掐死我吧。”罗时海迟疑了，手又松开了些。叶婉婉感觉到他已经动摇，就继续道：“配制药方的人医术不错，不过比我就还差一点。这几味都是名贵药材，可惜药效没真正发挥出来。你吃了这么多年也才治好了5、6分，继续吃下去见效会越来越低。想要痊愈估计得吃上10年，甚至更久。不过要是我给你治，只需要再添加1味药，让那些药材真正发挥药效，用不了1年，你就能痊愈。”是什么药？罗时海忙问。这几年他没少受折磨，不时的夜里还会突然疼起来，若是能在短时间治愈，他的功力也能完全恢复。叶婉婉望天翻白眼：“现在告诉你，你当我傻啊？”罗时海现下已经信了7、8分叶婉婉是药王堡后人的话，此时他心中所想不只想要宝藏，还想要抓走叶婉婉给他治病。他问道：“那你想怎么样？”叶婉婉抬眼看向了轩辕决：“你们的恩怨与我无关，我带你去找宝藏，找到后放了我。”还有药。罗时海提醒他：“到时候只要你说话算话放了我，我自然也会给你药方。”罗时海盘算了一下，如今抓着这女人可以威胁轩辕决不许跟着他，等找到宝藏拿到药后再慢慢对付轩辕决也可以，这笔买卖怎么都是划算的。好，我答应。罗时海看向面沉似水的轩辕决：“只要九王爷不在后面阴魂不散的跟着，找到宝藏我就放了你。”几个暗卫面面相觑，不知道叶婉婉是真的为了保命，还是有什么计策。只有轩辕决一言不发地盯着叶婉婉。叶婉婉深呼吸：“既然都说好了，可以放开我了吧？我身上还有1张羊皮卷，宝藏地点就在上面，我拿给你。”哦，竟然还有1张！罗时海眼睛亮了一下，说着就要伸手摸向叶婉婉腰间。叶婉婉急了，大叫：“喂，不
是吧？你耍流氓啊！住手！随着一同喊出声的还有轩辕决，他强压着心中怒火，看着罗石海。你敢碰他试试？罗石海惊讶于轩辕决的反应，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我们金尊玉贵的九王爷为何对这女人如此紧张？莫不是口味独特，不喜欢倾城美人，喜欢乡野丑妇？叶婉婉听了罗石海的话，眼中也闪过异样，抬眼看过去。是啊，轩辕决对他太好了些，就算是因为之前的救命之恩，也不用到如此。与你无关。轩辕决面无表情道。就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叶婉婉马上接道。我说地形图你还要不要看了？先把我放开，我给你拿。罗石海看着轩辕决，担心把人放开后对面的人会突然出手，可还是觉得先看一眼保险，显得有些犹豫。叶婉婉皱眉道：你不是吧？我一个不会功夫的弱女子，给只鸡我都不一定逮得住，你还怕我跑了，还是能伤着你啊？罗石海想想也是，就将手从叶婉婉脖子上拿开了，转而又将另一只手按在她肩膀上，主要是提防轩辕决。叶婉婉总算是和罗石海拉开了些距离，抬手摸了摸脖颈，又动了动肩膀。罗石海的手肘至半个手掌都被铁锈包着，死沉死沉地按着他肩头。快拿给我！罗石海伸出另一只手催促，眼睛还是盯着轩辕决方向。这不正找着呢，放哪儿了？我记得是在这儿啊。叶婉婉先在袖子里找找，又摸腰上。快点！罗石海不耐烦地继续催促。哎呀，知道了。叶婉婉不紧不慢，将手伸到腰侧，握住了那把乌兹钢刀的刀柄，随之眼神一变，毫不犹豫地抽出来，一刀扫向抓着他肩头的那只胳膊。罗石海只顾着注意轩辕决的动作，一道寒光一闪，他心中一惊，忙一缩手，就听到清脆的一声叮，他那对敌时可以轻松将刀剑变成废铁的铁锈和铁掌一半掉到了地上。罗石海看着空掉的半只胳膊愣了一下，就这一下，叶婉婉转身就跑。罗石海想去追赶，轩辕决的袖剑到了，他只得转身去抵挡，用另一只铁锈将袖剑打了回去。随之轩辕决人已经到了眼前，黑衣如墨，双眸如火，抽出腰间软剑，带着凌冽的杀气由下而上一挑。与此同时，被罗石海打回去那只袖剑向着方千秋而去。方千秋不闪不避，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用余光看到跑开了叶婉婉，大喝一声：罗兄，我来助你。随之方千秋一挥袖，将那只袖剑转了个方向，直射叶婉婉而去。小心！轩辕决正与罗石海对掌，只来得及轻呼一声，四个暗卫同时拔剑跃起想去挡，可惜晚了一步。袖剑咻的一声从轩辕决眼前飞过，扎进了叶婉婉的后肩头。叶婉婉闷哼一声，被袖剑的力道冲出去，重重摔到地上。肩头的剧痛瞬间让他脸色惨白，眼前一黑，迷迷糊糊中隐约听到身后大片刀剑相交的声音又响了起来。方千秋的四个师弟带着手下拦截四个暗卫，他自己则是飞身掠过交战的众人，一掌直对着轩辕决而去。轩辕决看到中箭倒地的叶婉婉，心头一震，那感觉仿佛也中了一箭，还是直插心口的。忽地感觉到脑后风动，这时候会搞背后偷袭的轩辕决猜到了会是谁，突然爆发，震开了罗石海，回身一掌拍过去，又飞起接连几脚，直踹对方面门。方千秋远远地飞了出去，还未落地，口中已经吐出鲜血，他强撑着在空中一拧身落地，单手抓地滑出去一段，再抬起头来，整张脸都狰狞了。早在轩辕决和罗石海对峙时，
方千秋已经想到联手，并偷偷吩咐手下准备好家伙。这会儿抬起手一招，身后10几个手下一拥而上，围住轩辕绝，齐齐抛出手中的套索套在他身上。武林流传药王宝传承数百年，第1代药王曾是宫廷药师，救过皇帝陛下的命，辞官后获得赏赐无数，之后又凭借医术数代行医，积累大量金银财宝。更有传言，药王宝祖上曾辅佐一位皇子争夺皇位，失败后不仅全身而退，还选走那位皇子全部身家，隐居山林。100年以来，药王宝一直都是威名赫赫的存在，插手朝廷政事，参与武林争斗，药材生意更是做到享誉天下。直到后代厌倦了俗世争斗，才慢慢变成了只治病救人的医家。到了清风的师傅风玉这一代，更是只知道治病救人，在世华佗。更确切来说，从风玉的爷爷老药王开始，药王宝就已经变成不再插手世事。老药王把黑风山当成真正的隐居地，放出山里有鬼怪的传言，让外面的人不敢靠近，又花费几十年改造黑风山地形，布置机关陷阱，在药王堡周围种植毒花毒草，培育毒虫，让黑风山成为世人眼中有来无回之地。清风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药王是个好人，每隔几个月就会出山去给人看病，有时候一走好几个月。山里400多人都是药王为恩人，分工合作看护着药王堡，有人负责养护草药，有人负责打扫宫殿，照顾日常起居，还有的人照看药鼎和晾晒药材，一起等着药王回来。除了药王外，清风的几个师弟有时候也会出去，药王对他们只有一个不要为非作歹的要求，甚至不要留在山里，也可以出山另立门派。所以在清风即将成年那一年，药王的7个弟子只剩下3个。药王行医治病从不收钱财，每次出去还会带着钱财救助穷苦，这也是药王定下的盟规，不想守的徒弟可以像收留的那些孤儿一样离开药王堡，另谋生路。因为药王也知道，躲在山里只留个悬壶济世的名声，远没有功成名就、受人敬仰有吸引力，所以他从不强求。可就是药王这般的菩萨心肠，也改变不了有些人的狼子野心，和外人合谋，想要侵吞药王堡。清风还记得这一年离开2年的大师兄回来了，说在外漂泊2年，还是觉得药王堡好，从今以后再也不走了，会永远留在药王堡。药王很高兴，把自己的随身佩剑传给了大师兄。之后没过多久，外面武林中发生了许多怪事，说是有西域的毒师来到大业国，到处下毒毒害江湖人，很多门派的人都中毒了，危在旦夕。有些人最后一起来到了黑风山求药王救治，他们被守山的护卫挡在了黑风山外。药王遵循祖上的规矩，起先也不敢放这些人进来，可大弟子在旁劝导，加之药王无法狠心看着这么多人丧命，最终还是将人放进来，安置在了山坳外围。为了给这200-300人研制解药，药王竭尽所能，不眠不休，没几天就因为疲累过度咳疾犯了。清风那时候看在眼里，觉得很是不值得，因为他怎么看那些江湖人都不是好人。咳疾是药王前1年去北边落下的病根，因听闻北边雪灾死了不少人，药王只身前往，在那冰天雪地的地方待了3个多月才回来就落下了咳疾的毛病。要彻底治愈，需要养药配药浴和针灸治疗。药王觉得麻烦，就一直拖着。清风一直记挂着这事儿，他瞒着药王在别处用药王教他的方法，偷偷养了药。那段时间正好快到可以入药的时候，他又横竖看那些江湖人不顺眼，就干脆躲到了山洞里守着他的药，一天天记着时间，就等着采药回去给药王治病。那时候陪着清风一起的还有到药王堡不到2年，年仅13岁的曹胜。这小子圆滑老练，知道清风是关门弟子，又最得药王宠爱，
为了讨好清风，也跟着他一起住进山洞里。下一刻出现在罗石海面前，罗石海被面前突然出现的一张苍老面孔吓了一跳，条件反射的一掌过去。老头接了他一掌，罗石海直接被震得飞了出去。老头又一闪身，追到空中揪住他衣领，头朝下，砰的一声重重按到了地上，地面都被砸出一个坑。罗石海噗的一声，口中溢出了鲜血，一张脸憋得通红，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另一边，突然没了帮手的方千秋心中一惊，轩辕绝眼神一凛，出手更凶狠干脆。方千秋不是对手，节节败退。轩辕绝始终记得方千秋是如何出手伤了叶婉婉，即使对方败了，也没有放过。在对方受伤跪倒在地后，直接绕到其身后，手成爪状运足内力，使出他师父教的他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用的功夫。瞬间只见四周内力翻涌，轩辕绝的头发、衣袍以及地上的碎石和落叶都被卷了起来。随后他一掌重重击在了方千秋头顶，方千秋惨叫一声，双目圆睁，仿佛要爆出来。周围的人都感觉到被一股散开的劲力推了一把，不少人没站稳，跌坐在地。黑发缓缓落下，轩辕绝面无表情地将手收了回来。方千秋瞪大一双眼睛，眼里的光亮渐渐散去，直挺挺地倒在地上抽搐起来，人却还是活着的。破魂爪！风老头念了一声，松开了罗石海，走出来。年轻人，你这一掌废了他一身功夫，这可比杀了他还狠啊！这性子，老头子喜欢。方千秋4个师弟如今只剩下了2个，且已经被几个暗卫打成重伤。剩下30-40个门徒听见老头说掌门的功夫被废了，瞬间慌乱起来，拿着剑不住的后退。轩辕绝看着面前的老头，见他没有半分先前的疯癫之态，确定他现在应该是好的，他上前一拱手：多谢前辈出手相助。别谢我，要不是这丫头求我，我才懒得管。老头走向叶婉婉，一说到叶婉婉，轩辕绝也紧跟过去。先老头一步将叶婉婉扶起来，小心翼翼靠在肩头，捧着她半张脸，轻声问道：身上有止血药吗？叶婉婉虚弱的说不出话来，轻轻的摇头。几个暗卫也都围了过去看叶婉婉，一个个神情很是自责。受伤的罗石海在这时站了起来，他方才是假装重伤起不来，这会儿找准了机会，趁着众人不注意丢出了几个烟雾弹。砰砰几声，四周白雾一片，罗石海瞬间就没了踪影。几个暗卫喊着糟了，追出去，可已不见人影。青羽气着将剑狠狠丢在地上，真是属泥鳅的，又被他跑了。轩辕绝将叶婉婉抱起来：别追了，先离开这里，找个地方安置。当务之急是疗伤，叶婉婉的伤一直在流血，已经耽搁不了了。至于罗石海，轩辕绝知道他带走了那几张羊皮卷，所以这人即使受了伤也不会放弃山里宝藏的。只要他不跑，就还有机会抓住他。轩辕绝正要走，风老头突然指指东皇门剩下的人问他：剩下这些呢？这种全派上下都找不出一个好人的门派，都需要留下活口吗？轩辕绝回头看过去，那些人都惊恐地往后退。方千秋已经废了，东皇门必定从此没落。轩辕绝对剩下的人也不想再计较，冷声道：罢了，随他们自生自灭吧。本想动手杀了那些人的老头突然改变主意了，因为他觉得自生自灭这几个字很有意思。挠了挠脏乱的头发，风老头捡起了叶婉婉中箭时掉在地上的乌兹钢刀，伸展了下筋骨。行了，带上他跟我走吧，找药给他治伤。
风老头让轩辕觉带着人跟他走，临走还让暗卫在那些死去的东皇门身上搜了一通，拿了不少瓶瓶罐罐，都是那些人进山前带的药。天色已经开始黑了，没走多久，老头就带着一行人来到附近一个山洞。那山洞入口不大，需要弯着腰才能进去，地面依稀还能看出来长时间被车轮反复碾压的痕迹。进到洞里后却十分的宽敞，一条通道延伸到里面看不到尽头，旁边还有一条暗河。到了山洞深处，里面有一张石床，旁边的石桌石凳上甚至还有锅碗瓢盆。几个暗卫将火把插在墙上，就赶忙过去七手八脚将石床收拾了一下。收拾好后，轩辕觉抱着叶婉婉放到石床上。风老头打量着四周，那双苍老浑浊的眼中露出的是凄凉之色，走到石桌边，用袖子一扫灰尘，伸手摸上石桌。青羽在见识了老头的身手后，就对老头十分崇拜，见他看着桌子发呆，就凑过去看，看到石桌边沿上有一道道的划痕，很整齐，仿佛是记录日子刻上去的。老前辈，这是什么呀？风老头看了这傻小子一眼，没搭理他，转身走向了石床那边，袖剑扎进去了大半，虽然没有伤到要害部位，但是流了很多血。轩辕觉抱着叶婉婉一路，身上都已经染了血迹。叶婉婉没有完全昏迷，可一直都是迷迷糊糊的，额头都是细汗，一张脸更是毫无血色。轩辕觉很是担心，这一路眉头都没舒展过。在战场上，轩辕觉不是没给受伤的士兵救治过，也知道首先是应该先把袖剑拔出来，然后再清理伤口上药。可看着自己射出的袖剑最后扎在了叶婉婉肩头，他竟有些乱了心神，下不了手。见风老头过来了，轩辕觉马上道：老前辈，麻烦您尽快救治。风老头坐下，凑过去查看伤口，看了会儿，伸手在插着袖剑的伤口四周按了按。叶婉婉被这一按疼得直抽泣，人倒是清醒了几分，睁开眼睛看到的是面前近在咫尺俊朗面庞，那张脸上担忧的神色让他微微吃惊。轩辕觉看着他，用袖子按了按他额头的汗，叶婉婉虚弱地笑了一下：别担心，死不了的。刚说完，后背又一阵钻心的疼痛，叶婉婉一把抓住轩辕觉的手，疼得发抖。老头，你痛快点行不行？我快疼死了。风老头哼笑，在暗卫带回来的那些瓶瓶罐罐里找出一瓶金创药。看你还挺有力气，把我的话当耳旁风，现在受罪知道疼了，看你以后还多管闲事。说完，老头抓住袖剑露在外面的头，不给叶婉婉一丝准备的机会，用力往外一拔，将袖剑拔了出来。叶婉婉一声闷哼，她到底还是高估了自己，被这猝不及防的一下反倒在轩辕觉身上，彻底昏了过去。老人家，这……轩辕觉将人扶住，十分的焦急。风老头将金创药撒在伤口上，不紧不慢道：疼晕过去了。止血后，风老头随手扔掉了手里的空瓶，又在那一堆里找了一下，拧开一瓶药膏闻了闻，交给了轩辕觉。剩下的交给你了，把他衣服脱了，清理一下伤口，然后把这药敷上。老头说着站起身：我出去找点草药回来。多谢前辈。轩辕觉转头叫人：童宇，跟着老前辈一起去。风老头也没有拒绝，晃荡着出去了。童宇在后面跟上，飞羽拉了他一下，小声说了几句话。青羽线下对老头崇拜的两眼放光，也想跟着去，被飞羽拦住，让他受伤了就老实点儿。老头走后，剩下几个人都忙活起来了。
老头那句衣服脱掉，所有人都听到了，在场都是男子，这事就只能是轩辕决来做。飞羽轻车熟路的用进来时顺手捡的柴火搭了个架子，几个人将身上的外衣脱了挂上去，做成了一个简单的屏障，又把桌上的盆洗干净，装了清水过来放到床边。然后几个人往外走了10几米的距离，离得远远的，只剩下轩辕决一人在那边。青羽受伤了还不安分，坐在地上远远地瞄着那边道：王爷第一次主动脱女人衣裳吧？叶大夫万一突然醒了，不会大耳刮子扇王爷吧？飞羽气得抬手：我先大耳刮子扇你，信不信？轩辕决扶着昏迷的叶婉婉面对面，伸了几次手，第3次才解开了衣带，小心翼翼将叶婉婉衣服褪下后，扶着她靠在她肩头，犹如拥抱般拿着打湿的帕子，小心清理伤口。时间一点点过去，外面的天色彻底暗了下来。飞羽他们已经点起了火堆，烤上打回来的野兔，一盘清水也已经变成了血红色。轩辕决终于清理完了，将药膏敷在伤口上。等一切完成，准备把衣服穿回去时，轩辕决肩膀一动，人就顺着滑下去了。他伸手一接，把人揽在了臂弯里，随之看到叶婉婉侧边脖子上还有些血迹。轩辕决又拿起帕子小心擦拭，因为太仔细，擦着擦着，突然发现怀中人脸上那块蔓延到下颚的伤疤，在连接脖颈处有一块细小的凸起。轩辕决疑惑地用手碰了一下，觉得那块皮肤摸起来像是一块假皮贴在脸上，细看下颚有一条缝隙延伸到脑后。犹豫了片刻，架不住好奇，轩辕决伸手摸到叶婉婉耳后，摸索一会儿后往后一掀，从那张脸上撕下了一块很薄很薄的接近人皮的皮子。再看怀中人脸上哪里有什么伤疤，如美玉般光滑无瑕。轩辕决愣了半晌，看看手里的假皮，又看看怀里这张称得上倾城佳人的面容，最后无奈地摇头笑了。最近太多的事儿接连发生，以至于没有时间继续调查叶婉婉真实身份到底是谁。可有一点是已经确定了，她不是永州府的人。如今见到了叶婉婉的真实样貌，轩辕决说不清是什么心情，漆黑的双眸讳莫如深。他想象不到发生了什么会让叶婉婉不惜隐藏容貌，大着肚子也要孤身来到永州府。偏偏那2个孩子生父不详，在时间上年龄对得上，长得还和他小时候一模一样。他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巧合。轩辕决并没有声张，风老头采草药回来时，他已经将那块假伤疤给叶婉婉贴回去了，不动声色地来到众人身边看带回来的草药。老头告知几人带回来的药该怎么煎后，就跑去看叶婉婉了。见她侧躺在床上，面色也比之前好些了，也放心了些，过去坐在床边给她把脉。再出来时，老头就对众人道：你们照顾他吧，我走了。等他醒了能下地，就让他带你们出去。这地方不是你们能来的。老头并不想搭理这些人，若不是叶婉婉求他，他更愿意乐地看这些当兵的和江湖人自相残杀。此时也不想在这儿多待，坐在火堆旁烤肉的4个暗卫面面相觑。罗石海还没抓到，他们肯定不会这么出去的。青羽第一个起身开口，试图转移话题道：爷爷，您这就走呀？再留一会儿吧。青羽说着，还把手里烤着的兔子递过去。您看这兔子很快就好了，我特地给您烤的。老头看了一眼那兔子，很快就扭开脸，面无表情。我一个老乞丐，这一辈子也没有亲人子嗣，可别叫我爷爷。青羽委屈的瘪嘴，被飞羽拉了一下坐下。
飞宇观察入微，知道老头抗拒他们，防备心也很重，想了想道：山中危险，老前辈不如同我们一道。和你们一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是进来抓人的，可知道我要做什么？老头冷笑：前辈，行了，我懒得跟你们废话。那丫头醒了就带着她赶紧出去，别留在这里碍我的事。飞宇还想说什么，风老头厉声打断：可我们要抓的人还没抓到啊，老人家为何要赶我们出去呢？您若是有事要办，我们也可以帮忙啊。童宇跟老头出去一趟，已经看出老头是个嘴硬心软的，就像刚在外面采药的时候，因为飞宇跟他说看看有没有治疗内伤的药一起带回去，他就跟老头说了这事儿。老头嘴里不耐烦，骂他说内伤又死不了人，怎么这么多事儿？可是最终还是带他到别处采了药回来。帮忙？哼，要不是你们横插一脚，我事情早就办完了，至于把人引到山坳里面来？老头听了童宇的话，想起了什么来气，老头越说脸色越沉。我不管你们要做什么，赶紧给我走，这是我最后给你们的机会。若是被我看到你们再在这儿碍事，我可不客气。老头虽然乞丐打扮，蓬头垢面，邋里邋遢，但是因为功夫好，眼神摄人，不高兴的时候看人，给人一种随时会出手杀人的压迫感。这种压迫感和位高权重的轩辕绝不同，是一种视万物为草芥的冷血狠绝。几个暗卫都不说话了，转而去看轩辕绝。老头冷漠地转身往洞口去。前辈，您知道他一直在找您吗？自您失踪后，他担心您出什么意外，跑到官府报案，全程贴画像寻人。还有真儿每日都在提起您，问风爷爷什么时候回来，怕您又在哪里喝醉了闯祸，说等您回来要每天看着不让您再喝酒。这别扭原本闹不起来，叶婉婉这人心大，老头跑了之后，他也没注意到脸色不太好的轩辕绝，反而是因为担心老头有些闷闷不乐，加之受了伤，脸色也不好。轩辕绝以为他因为那老头跟他生气了，一张脸更黑了。那晚的时候，飞宇拿了几瓶药跑去问叶婉婉哪一瓶是伤药。叶婉婉问他做什么，飞宇就说换药，他还以为是给自己换药，直接就堵回去，说不用换药了，太麻烦，就那样吧。他不知道飞宇这是准备给轩辕绝换药。轩辕绝肩膀处被罗石海抓出几道血痕，前一天是老头挑了一瓶药扔给他，包扎的时候用完了，所以才来问叶婉婉给他找一瓶对症的药。可叶婉婉压根儿不知道轩辕绝受伤了，话也说得冷淡。飞宇尴尬地走回到轩辕绝身边时，轩辕绝一张脸冷到谷底，起身一言不发往外走。知道是轩辕绝受伤需要换药后，叶婉婉也觉得抱歉，她给挑出来一瓶药来，可轩辕绝回来就往干草上一躺，背对着所有人。几个暗卫轮番壮着胆子说了一遍，就是不肯起来换药了。叶婉婉仔细问了一下，知道这位爷是为先前的事儿真气上了，直接无语凝色。两人就这么开始了你不搭理我，我也不搭理你，来回较劲儿。叶婉婉对这事儿有经验，当对方透明人无视他，谁先开口谁认输。轩辕绝这人爱较真儿，他也不是不知道，人品再好总归也是王爷，处在上位说一不二是他从小就习惯的事儿。对于老头的所作所为，他有那个反应也是正常的。可叶婉婉心想，他也没觉得老头对，只是两人看待这件事的心境不同，情绪不同而已。他并不同情那些被老头设计引来的江湖人，说不出死有余辜，但也觉得是他们咎由自取。他关心的只有老头，担心他继续这么下去会害了他自己。无论是谁，任由仇恨在心底生根发芽，不断缠绕，都终将自缢。反观轩辕绝，看的却是事情本身。
老头这种迁怒后世子孙的报仇方式是他所不能理解的，所以极力想让老头知道他错了。古人讲究祸不及子孙，更讲究冤有头债有主。行路将近2个时辰，直到正午日头最大的时候，一行人找到了阴凉的地儿歇息。走了这么久，一个人也没见到，也就是说青龙帮的人再加上那些江湖人，好几百人在这里也没有人走这条路，可想而知这里面有多大。叶婉婉坐在一块石头背后的阴凉下乘凉，拖着下巴看脚下的汩汩流水。青雨过来给他送了个水袋和一包油纸包着的兔肉就跑开了。叶婉婉没胃口，只喝了点水。他和轩辕决互不搭理后，队伍的气氛就稍显沉闷。他也不是所有人都不搭理，可是轩辕决是那几个人的主子，他们一脸的不高兴，其他几个人不喘气都怕大声。叶婉婉是个开朗的性子，一路死气沉沉的，十分的不适应，这就导致他情绪低落，一低落就胡思乱想。比如现在他就想2个孩子，想都不行。闲得无事，他摸出了身上带的短刀，这宝贝老头捡回来后又留给他了。锋利的刀尖在石头上轻轻一划，就留下一道划痕。叶婉婉就这么拿着刀在石头上刻刻画画，没一会儿石头上就出现了2个手拉手的小人儿。轩辕决很肯定他没听错，方老头刚才确实提到了10碎骨解药这几个字。那一刻他耳边回响的都是霍清河的话。既然你想听实话，我就告诉你，这不是你的孩子，你身上蛊毒未解，如果他是你儿子，子蛊应该在他的身上。这种蛊毒下在不同人身上，解药方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子蛊的解药和母蛊是一样的，能和你用同一个解药解蛊的才是你的儿子。只要把人带回去，让霍清河看一下孩子身上的蛊毒是不是和他一样的子蛊，那孩子身份就不用怀疑了。轩辕决如是想着，叶婉婉越看越奇怪，凑过去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轩辕决这才缓缓抬眸看向他，漆黑的双眸如一汪深潭，深不见底。方才叶婉婉和老头只顾着说话，谁都没有注意到轩辕决听到是髓骨解药时候的错愕和震惊。叶婉婉疑惑地眨眨眼，也看着他，然后在对视中被对方越看越毛。叶婉婉不自觉咽唾沫，转过去看疯老头，又转回来，以为轩辕决是听到老头说要走，还要赶他们出山，所以生气了。这位爷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手里可是有军队的，若是真要算账，即使老头功夫好，也抵不过千军万马。叶婉婉心里有些紧张，伸手抓住轩辕决放在桌上的手腕。你怎么了？轩辕决终于动了，像是陷入某种思索中刚抽离出来，依旧不错眼珠盯着叶婉婉。你怎么了？叶婉婉又问，紧张的都开始摸脸，以为自己脸上有脏东西。轩辕决这才轻轻摇头道：没事啊。叶婉婉还是不太确定，抓着轩辕决手腕不放，目光恳求地看着他道：我们不出去，我肯定带你们找到姓罗的，你别忘了答应过我的，不跟他计较。疯老头一听叶婉婉的话，猛地一拍桌子起身：你们非要趟这趟浑水是吧？好，我不管你们了，自生自灭吧。老头气得脸色发红，就要走。叶婉婉想去拦，扯到背后伤口，疼得嘶了一声，被轩辕决拉住了，让他有伤不要乱动。老人家为何非要我们离开？轩辕决暂时将心事压下，对老头道：其实从一开始你就没有离开永州府，对吗？叶姑娘被抓走后，您也一直跟着东皇门的人，就是您给那些门派传的信，目的就是想让他们一起跟进山。在我们把人救走，把东皇门的人困在外面林子后，也是您暗中指路，把他们带到这儿来的。轩辕决说到这儿顿了顿。如果我没猜错，昨日爆炸的轰天雷也是您点的。叶婉婉听着轩辕决的话，静静地看着老头，
他很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可是事实摆在眼前，除了这老头，他想不到还有谁会做这些事。从一开始的那些门派齐聚永州府，为宝藏自相残杀。轩辕觉古井无波地继续说道，到后来那些人明明已经打了退堂鼓，却又突然知道了路来到了山坳里，这一切都是您在后面操控的。轩辕觉想到了因为这场布局无辜死在山里的弟兄，语气有些生冷。您做这些到底想做什么？我想他们死，所有人都死。老头一声怒喝，吓了在场所有人一跳。只见他瞬间变得双眼通红，整个人都处于暴怒的边缘，用充满怨恨的眼神怒视着他们。叶婉婉一惊，急忙拉住轩辕觉。不好，老头要犯病了！飞羽，绳子！轩辕觉大喊了一声，飞羽跳起来，拿起探路官随身带的绳子。童羽和蓝羽也反应迅速，一起将老头扑倒按住。三人齐力用2捆绳子将老头捆得结结实实。轩辕觉过去绕到身后，打晕了情绪激动的老头，将老头放到床上。叶婉婉撑着虚弱的身体，给老头脑袋上扎了几针，又收了针后，轩辕觉马上过去扶住他。他蹙着眉头，有些担忧。你脸色很差，还好吗？叶婉婉轻轻摇头。没事，就是有点饿，有吃的吗？轩辕觉看向几个暗卫，蓝羽和童羽已经起身跑出去打猎了。2个小时后，老头醒了，被绑住了也不挣扎，睁着双空洞的眼睛，呆呆看着上方。轩辕觉让几个暗卫走远点，扶着叶婉婉坐到床边。叶婉婉看着被掏空了灵魂的行尸走肉的老头，轻声道：老头，我相信那些死的人都该死，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坏人。70年前的药王堡发生了什么，一夜覆灭，如今没人知道，而你已经默默背负这些太久了。如果可以，能和我们说说吗？哪怕只是倾诉。药王铺，师傅，您说也要给我办一个成人礼的，清风等了好久啊。老头声音嘶哑地说出这3个字，似是在尘封的记忆里回忆，喃喃道。老头眼角一滴泪水滑落。师傅死了，只差最后一天，我就把药养熟了，师傅的咳疾就可以治好了。可是师傅死了。牛脸和轩辕觉对视一眼，叶婉婉转回来问道：你师傅是药王，所以你是药王的徒弟？清风是你的名字吗？叶婉婉一连问了几个问题，老头却不动了，像是已经睡着了般呆了许久。就在叶婉婉感到无奈，以为老头不打算说的时候，老头突然开口道：风清风。他眼中已经恢复了清明，那双苍老的眼睛在说起这3个字的时候，仿佛少年般明亮。他说：我叫风清风。叶婉婉轻点了一下，地上的尸体有将近40人，东皇门剩下的那些人全在这儿了，方千秋也在其中。七孔流血，死得不能再死了。罗石海不愧是心狠手辣的，前几日还和这些人联手对付他们，转脸就下死手了。他大概能猜到罗石海为什么杀这些人，肯定是这些人贼心不死，还惦记找宝藏。罗石海这种人遇上了，怎么可能让这些人阻碍他呢？轩辕觉可没想帮这些人收尸的意思，看过就准备回去了。这时一个探路官突然指山上道：王爷，那儿有个屋子。轩辕觉抬头望过去，一旁的叶婉婉也起身过来，就见前面半山腰上隐约可见一个老旧的屋子。那应该就是地图上的夫子庙。叶婉婉回忆了下路线图，说道：
那几个地方应该不会无缘无故被刻在树上。叶婉婉眼里都是赞同。那我们去看看。轩辕觉点头，叶婉婉就往前跑，她边跑边用手扶着胳膊，刚起身的时候起得急了，撑了一下膝盖扯到了伤口，这会儿有点疼。轩辕觉看到叶婉婉的动作，再看看夫子庙的距离，望山跑死马，看着很近，爬起来也是要费一番功夫的，何况他还有伤。叶婉婉正在琢磨这6个地方会有什么玄机，轩辕觉就到他身旁了。他刚一扭脸，就感觉腰间一紧，轩辕觉脚尖轻轻一点，就带着他飞上了山。这是叶婉婉第2次飞了，因为突然失重，慌乱下搂住轩辕觉。他闭着眼睛听着耳边风呼呼的过，不时还有树枝从身上扫过去。没多会儿，叶婉婉感觉到双脚落地了，他睁开眼睛，这才发现一只手抓在了轩辕觉受伤的肩头。叶婉婉猛然松开手。我没抓疼你吧？轩辕觉摇头，将手从他腰上拿下来，刚想说什么，紧随其后的青羽也落了下来，随地就凑过来道：哇，这座山的树怎么这么稀疏，好几次差点掉下去，累死我了。轩辕觉嫌弃的一把推开他，往夫子庙走去。3人走在门口，打量前面的夫子庙。在山下并不觉得大，站在门面上发现这座庙还挺大，外墙已经干裂了，布满了青苔和干枯的藤蔓。那些藤蔓看着就是之前很茂盛，后面因为养分不足枯死的。叶婉婉打量着周边的地形，四周的植物确实很稀疏，养分不足的样子。有几棵大树在这春意盎然的时节，树顶竟然有些枯黄。叶婉婉顿时想到了什么，这些植物养分不足，所以长得不好，而这么大一座山土地肥沃，是不可能养分不足的，只有一个可能，地底下被挖空了。掏空的地方应该是很深，但经过了几十年时间，这座山能供给的养分也不足了，所以导致这座山的植被不如其他山茂盛。想到这里，叶婉婉率先跑到了夫子庙前，庙门已经残破腐朽的只剩下1/3不到了，摇摇欲坠地挂在门框上。叶婉婉觉得碍事儿，直接抬脚一脚踹过去，顿时朽木门框全部倒塌，灰尘漫天。叶婉婉也不在意，捂住口鼻，提着裙子就跑进去。青羽在后面用袖子帮轩辕觉赶灰尘，小声嘀咕道：叶大夫有时候真的没个女人的样子，这脚要是哪家未嫁的姑娘做出来，估计这辈子嫁不出去。轩辕觉皱眉斜了他一眼，青羽一看那个眼神，马上捂嘴摇头。轩辕觉担心里面有什么危险，也懒得教训胡说八道的青羽，快步跟了进去。70年的时光，无论是怎样的繁华，都化为乌有了。夫子庙内残破不堪，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只剩庙内那高约1丈有余的夫子像依旧完好立于庙中。轩辕觉和青羽将后面几个房间都看了一遍，除了残破外，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只有叶婉婉一直在正殿仰着脸观察夫子像。这石像有何可疑之处？轩辕觉走过来一起打量，他看叶婉婉已经围着这石像转了好几圈了。叶婉婉点着下巴琢磨，按理说不可能什么都没有。王爷，这石像你能移得动吗？突然他想到了什么，看向身旁的轩辕觉。你是说搬开？轩辕觉仰起头看着石像，这就有些难为他了。叶婉婉摇头，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你试试这石像能不能动。轩辕觉当即明白了叶婉婉什么意思，就像地城里很多人家里修建暗室都会设置一个转动的开关，如果这山里藏着什么暗道的话，这石像会不会就是……想到这儿，轩辕觉走进石像敲了敲，实心的，非常重。青羽跑过去，王爷，我帮您一起。两人一左一右站在石像两边，
第一步要先试试这石像能不能动。两人运上内力，同时发力，石像果然松动了，这底座是活的。千羽，来这边。轩辕觉感觉到石像往右边能转动，把青羽叫过来。叶婉婉连忙叮嘱一句小心有机关，然后四处看了看，跑出去老远，都快出正殿大门了，躲在一根大柱子后面，探出脑袋道：可以了，你们小心点儿。轩辕觉也认为叶婉婉的地方安全，才和青羽两个人运足内力拍在石像底座上，然后齐力将石像往右边转动。夫子像一点点往右转，轩辕觉一直很小心注意四周动静，并没有听到有什么机关触发的声音。直到石像被完全移到了右边，底部传来咔嗒一声，之后是细微的齿轮转动声。这声音非常细微，青羽都听不真切，更别提站在远处的叶婉婉了。叶婉婉伸长了脖子，站在她自己选的风水宝地张望，看到石像被转了个方向，四周都没有任何变化，正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这就是一座普通的夫子庙时，脚下猛然一空。小心！轩辕觉喊了一声。叶婉婉倒霉催地选了半天，这么大一座庙，却正好选了站在了机关位置上。脚下一空，他只来得及叫了一声，整个人就掉了下去。轩辕觉越过去的速度很快，他只抓住了叶婉婉的一点袖子，他几乎没有犹豫，跟着头朝下就栽了下去。王爷！青羽看到轩辕觉掉下去，也紧跟着跳了下去。三人转眼就消失在漆黑的洞口。两个探路官回去找剩下几个暗卫，叫上几人后一起上山。等他们走进夫子庙时，四周一片静悄悄。飞羽在正殿门口喊了几声王爷，没人回应，就回头看向身后几人。几人交换眼神，都知道轩辕觉是不可能躲起来故意不回应的。翻头找。飞羽当时整个人严肃起来，几个人都没注意到进门柱子后面地面空了一块，齐刷刷冲向了后院，找了一圈没找到人，才回到正殿。飞羽这才注意到了石像有被移动的痕迹，他环视一圈，注意到柱子后面地面貌似空了一块，几人又齐刷刷冲过去，围在洞口朝里喊王爷，喊了几声只有空旷的回应。童宇脸都白了，二话不说就要往里跳，飞羽一把拉住他。等等，别贸然跳下去，这洞口这么深，王爷掉下去受伤怎么办？万一底下有陷阱。童宇不敢再往下说。底下有陷阱，你这么跳下去就是白白送死。还记得那老头说的山里有很多地道吗？这可能是通往什么地方的入口，我先下去看看。飞羽一边说，一边拿过探路官的绳子绑在腰上，将绳子另一头让两个人拉住，然后从洞口爬下去。开始一小段，洞口小还能扒着墙壁，再往下就一片漆黑，伸手碰不到墙壁了。飞羽拿出火折子吹亮，让上面一点一点往下放，直到绳子都放完了，还没到底。